佛家最伟大的经典《金刚经》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话：佛祖问须菩提，恒河里的沙子多不多？须菩提说，当然多。佛祖又问，如果有人散尽家财，像恒河里沙子这样多的财富去做慈善，这算不算一种功德？须菩提说，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德。佛祖说，有一种功德比这个更大，那就是你开悟之后，把《金刚经》里的最核心的4句话解释给世人听，让更多的人都开悟，这才是莫大的功德。第一句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有我相是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和自我认知，有人相是常常根据外貌、性格、能力等方面对他人进行评价和分类，有众生相是人会根据种族、物种、社会地位等对生命进行评价和对待，而有寿者相是追求永续、如生不死、言不死、青史留名等等。这4种包括了世间一切法相，如果执着了，就不是菩萨。众生执着4相为实有，所以痛苦轮回，正因为有种种小我的评价，所以执着了，痛苦了。人生要跳出樊笼，在一个个相上，只要通过关，破除了相，烦恼立刻消失。第2句，凡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凡是看见我就拜我的人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来求我的人，都是执迷于表象，是邪道，永远都见不到如来。很多人烧了很多香，拜了很多庙，但是心不能成，也只是枉然。如果内心有如来，那么你随时可以见到。相反，如果内心没有如来，只是外求，必然不能灵验。人要向内求，向外修。所谓向内求，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要明白在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，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。所谓向外修，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，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，不问人事。第3句，凡所有相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所谓如来，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能够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。一旦你可以穿透表象而看到真相，就彻悟了。事物的外表是虚假的，不真实的。这里不是说人不是真的，而是这一切是你内心呈现的相。如果能守住本心，在看见这些外表的时候，能够不被这些外表所迷惑，你眼里越有谁，就越看不见谁，你越在乎谁，就越看不清谁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唯有不着相，不住相，才能看清真相。第4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一切万法无常，是我们把它当作真的，其实是空的。常住真心，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，我们偏偏把它当成假的。对于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都颠倒了。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就知道应该知道到底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再妄想浪费时光。方法是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，自己悟出来的，是靠执行和实践逐渐摸索出来的。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。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，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，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开悟了。开悟是为了练就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，
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眼看穿人心，直达事物本质，这才是在假象当中看见真实。如此，那些你想也要的东西会主动来找你。希望智慧的你能把这4句话分享出去，帮助更多人，因为这是莫大的功德。作为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，《金刚经》被奉为诸佛之智母，菩萨之慧父，众圣之所依，是最能代表大乘般若思想的经典。在古代，上至帝王将相，名流士大夫，下至贩夫走卒，百姓之家，无不推崇《金刚经》，奉持《金刚经》。历经千年，这部经典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南怀瑾曾研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算好懂，但是在南怀瑾先生的解读下，又变得那样的出神入化，浅显易懂。南怀瑾阐释了《金刚经》所揭示的6大生命真相，希望能让有缘众生从中感悟到《金刚经》强大力量的加持。真相1：心境决定处境。一个真正悟禅得道的人，已经超越了世间观念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时间是相对的，宇宙观的时间是万年一念，一念万年，没有古今，没有去来。如同一古诗所说：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前身。月亮、太阳、风、山河亘古不变。古人看到的天云，即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未来世界的人类看到的风月也是一样的。尽管一样，但是观者的各自情怀却不一样，有浅有深，有悲有喜。快乐的人看到后内心很高兴，痛苦的人看到同样的景象却感到悲哀。如杜甫所说：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乃为心所造也。不管儒家、佛家、道家还是其他宗教，人类的修养方法不外乎善、护、念这3个字，好好照应你的心念，起心动念都要遵照你自己的思想。普罗众生的心都在变化中，像时间和物理世界一样，转瞬即逝，永不停留。事物的真相也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中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凡事皆非一成不变，一切感觉知觉是不可墨守成规的。如果执着于一个不可得的3心之外的顽固认知和感觉，无异于郑人买履，刻舟求剑，以致谬化真相。真相2：自助才有天助。佛并不是权威，也不具主宰性，佛自在于个人的自我心中。参佛之人不是迷信，而是正信。正信是指自发、自省、自己觉悟、自行圆满、自成正果，这才是学佛的精髓。所谓的心如明镜，是指把心打扫干净，没有主观，没有成见，物来则因势而来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喜怒哀乐随风消散。真相3：不念过去，不惧未来。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有名句云：人似秋鸿来有信，始如春梦了无痕。事情过去了，像春天的梦一样了无痕迹，梦是留不住的。人生亦如梦，也如江水东流，一去不回头。做到花开花落宠辱不惊，云聚云散去留无意。真相4：清净无为是轻福。轻福谁都有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得了的。红尘人生的功名富贵叫做鸿福，没有功名富贵的清净之福叫做轻福。人生鸿福容易享，但轻福却不然，没有智慧的人享不到轻福。人到晚年轻福真挚，但多数人反而觉得痛苦，因为他害怕寂寞，且不甘寂寞。真正的福报是什么？心中无恼亦无悲，无得也无失，无荣更无辱，清净无为。如神仙陶弘景的诗句所云：松涛逐韵鸟丝尘，四季风清比酒醇。方外不知有权贵，山中宰相水云深。囊有钱，仓有米，腹有诗书，便是山中宰相。银杵观云卷，闲时赏菊黄。山中为宰相，尘世莫能防。轻福就是这种闲适与悠然自得。真相5：
世事两难全，得失总相伴。不圆满才是真实的，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圆满的。佛说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缺陷的世界，即所谓的缺陷美。曾国藩晚年时很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把他自己的书房题名为求缺斋。他的人生似乎太圆满，太满足于他来说有点不适，甚至有点恐惧。他希望求到些许缺陷来抵消内心的不适。在缺陷的世界里，睿智之人多半是福报差一点，命运好一点的大多是懵懂之人。有了这一面，就少掉那一面。此事古难全，但能量是守恒的。上帝关了你的这一条门，同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。凡事岂能全称心？人生但求半如意，足矣。真相六：真相与时空是相对的。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梦，梦是虚幻的，时空倒置的，是偶然的、暂时的、片面的。梦中经过几十年光阴，实际上也就是十几秒钟。梦中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。我们在地球上过上半个月，月亮上只是那么短短的一夜。人类的一年可能是太阳系的一昼夜，我们的100年还可能是宇宙中其他星球的一昼夜。而人类的一昼夜却是许多小生物的万世万生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千百亿化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轮回，因为宇宙时空都是相对的。以上就是南怀瑾对《金刚经》做出的解读。《金刚经》是我们每个人修行路上的明灯。在开头，佛陀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，而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行为，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佛陀穿上衣服，化缘吃饭，吃完后自己清理脚上的泥巴，自己安排座位，处事一切都朴素而自然。这正是佛陀给我们的榜样，规规矩矩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让我知道，我会陪伴你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下期见。